霍灵珊，你还认得出我才是真苏一吗？传闻霍家大少霍灵珊独宠夫人，成亲1年却仍未圆房。霍老夫人格外的看重子嗣，已经吩咐督军废弃另娶了。哎呦，督军，里边请里边请，这几位呀，可都是我们这儿的头牌。哎呀，督军，督军，来，分我的吧，督军，我的，督军，来，督军怎么不理人啊？就是啊，督军，你怎么不理人啊？理人家嘛。督军，你看看我呀，你是霍夫人，苏英小姐。夫人，谁教你弹的这首曲子？夫人，他是个哑巴，不会说话。既能替我生孩子，又能替我保守秘密，就你了。一旦事成，立即出来。苏兰，就算你是霍灵珊独宠的夫人又如何？如今你亲手将我送上他的床，我不仅要抢你的人，更要替我的父母报仇。霍灵珊，你还认得出我才是真苏一吗？我换脸归来，只为报父母之仇。只因换脸前的我，亲眼目睹父母在大火中惨死。女儿，我先下去，你跳我身上。苏英，你一定要活下去。小姐，你真的完全变了一个人。苏兰整成了你以前的样子，替你嫁进了霍府，当上了督军夫人。当年我见他是个孤儿，又和我长得很像，这才收留了他。没想到他却因为荣华富贵杀害了我的父母。我真是养了条白眼狼。苏英，你已整容，化名沈婉音。我要报仇，父母之仇不共戴天。霍灵珊，既然上了我的床，我定要让你对我身心臣服。我换脸归来，就是要夺走你对贾素英所有的宠爱。刚给一下药，你活腻了。夫人，您感觉那哑巴有问题？不，当年他一曲茉莉花名动四方城，怎么可能是个哑巴？可是，那女人的眼睛，要不要去看看？为何她的眼睛给我一种熟悉的感觉？说，谁派你来的？你再不应声，我可要搜身了。
没有武器，还是个哑巴。他来了。是外面的人强迫你的。我倒要看看谁这么大胆子！你果然不老实，爷还没试过用人脸奏曲呢。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给爷写清楚。这哑女的字竟如此娟秀，夫人的字倒是志气十足。霍先生不娶。放肆！我堂堂霍家长子，身体健康的很，岂容你妖捉？夫人，夫人，你一露面不就暴露是您给督军下药，还找女人代孕的事吗？他摇床是为了引出做局之人，挺聪明。喂，你这点力气，压根儿体现不出爷的雄风。不过是生孩子的例行公事，他怎么会有如此大的欲望？莫非真的是他？绝对不可以！夫人，怎么是你啊？你想把我推给其他女人？灵山哥哥，你平时对我柔情蜜意，没想到……夫人，我对你一片真心，断不会做出令你伤心之事，定是有人栽赃陷害。我愿意相信灵山哥哥，但我不相信他。苏兰，我们终于见面了。哼！纵使你今天开不了口，你也得交代清楚目的和来历。灵山哥哥，你那西洋物件呢？周川，拿测谎仪，是真是假，一测便知。只要你撒谎，它就会响。我必须确定你到底是不是他。我劝你诚实一点，我们督军府的狗最喜欢吃犯人的眼珠子了。说，是不是你给我们督军下的药？你是不是想害我们督军？你不想害督军，但是你想趁机睡督军，你想把生米煮成熟饭，想给我们督军生猴子，是不是？督军，他对你还真没那个意思。哎，等等，你认识他吗？这是我掉在火场的玉佩，送给你，以后我就是你的家人，我们要永远在一起。你究竟是谁？你来霍府的目的是什么？你来霍府的目的是什么？够了，夫人，你知道这样是试不出结果的。对，审问人在受到惊吓和刺激的时候，测谎仪也会叫。苏兰，比起快速揭开你的真面目，我更想看你疑神疑鬼、自乱阵脚。哎呀！
小姐，确实有佣人看到苏小姐冲进大火里了。今日之事，他已自证清白。我想，许是老夫人的安排。督军，这花楼里的妓女哪个是安分的？这贱人爬床未成，又在这装可怜，今日之事肯定和他脱不了干系。竟想以死明志，看起来弱不禁风，骨子里竟如此刚烈。督军，不杀了这贱人，后患无穷啊！我现在就把他拉出去打死。张管家，你这么急着杀人灭口，是不是心里有鬼？是真的就不怕死了，来吧！督军，小人看督军和夫人迟迟不肯圆房，也自作主张，想送女人讨好。混账！督军饶命啊！夫人救我！张管家，你明知督军只爱我一人，竟敢背着我做这种阿杂事，该杀，但别脏了毯子。是，督军，小人知错了，督军。灵山哥哥，事情既已调查清楚，那这哑巴女该如何处置？我看她面容姣好，又无依无靠，你和她又不如就把她留下吧。夫人，我和她并未逾矩，我只爱夫人一人，况且我答应过你，绝不会让其他女子进府。现在赶我走，一会儿我要让你亲自抱我回霍府。苏兰，其实我没死，你开心吗？你以为你能赶我走？督军中了春药，心生邪热，这是致命的。幸亏及时服了解药，并无大碍。什么解药？茉莉花？茉莉花可治热邪？是他救了我性命，我却测谎辱他，过河拆桥将他赶走。陆川，立刻将那哑女给我找回来。好。他不会说话，只会哭哭啼啼，身子骨那么娇弱。万一碰到坏人，除了不能让他进府，其余的我定好生补偿。人呢？死了。他救了我性命，我却害死了他。快去上院找！是。脉搏好弱，醒醒！醒醒！只要你活着，我霍灵山地保你一生富贵。一生富贵怎么够呢？我要的是你对苏兰全部的宠爱。督军，8成是呛水了，
听说这稀世的人工呼吸有用，要不属下帮您试试？滚一边去！哎，不让你体会一把失而复得，你怎么会知道珍惜呢？都不许看！看什么呢？集体向后转！唐突了。此法有用。希望你的计划能成功。我为什么对他？不，我只是来救人的。水。你醒了？是因受辱而寻死吗？都虚弱成这样了，还要强撑到什么时候啊？跟我回去，回府。他身体竟如此柔软。不，我在想什么？我说过，我要你亲自带我回霍府。灵山哥哥，你怎么把他带回来了？他救过我的命，我只是带他回府休息几天。不行，我绝对不允许这个勾人的哑巴踏进我霍府的大门。夫人慎言，夫人一向博爱，为何单单对这个善良柔弱的女子如此刻薄？霍灵山，你要背叛你的素英吗？苏兰，你等着，好戏才刚刚开始。我嫁进霍府这1年，故意不让他碰，就是为了让他爱而不得，这样我就能够对他予取予求。没想到他违背誓言，把一个单人的哑巴娶进来。你说，要是把他的眼珠子挖出来泡酒，督军还会不会多看他一眼？夫人三思，掌管家的事刚过去没多久。夫人也不用担心，督军只是怜悯那哑巴。怜悯？您忘了，督军最后美声，那哑巴只会啊啊啊，督军怎么受得了？他最爱的还是你那首名动四方城的茉莉花呀，只要你一唱。这声音恰如人间百灵鸟，苏英竟如此蕙质兰心。我家小女唱歌时便旁若无人，督军放心，我们会劝她答应这门婚事的。伯父、伯母，婚姻大事，还是得苏英姑娘心甘情愿才好。也是，一个哑巴能掀起什么风浪？
莫非是我幻听？一定是我太想念苏音的歌声了。夫人伤心过度，入府后再未唱过歌。看到他的背影，我竟想起了苏英，真是荒唐。苏兰，你说霍灵珊何时会为我破门而入呢？妈，这是我特意吩咐张嬷嬷给您做的您最爱的桂圆莲子羹。这羹的意义呀，是多子多福。有你在这儿，我恐怕是用不上了。老夫人，这就是救了督军的那位姑娘。丰乳肥臀，肤如凝脂，更像是娇养的小姐，一看就像是会生儿子的。你救了这臭小子的命，我今天做主，让他给你以身相许。妈，我说过，此生我只娶苏英一人。那你俩给我变个孙子出来呀！成婚1年了，到底是你不行，还是他不行？林珊哥哥，为了霍家的香火，我同意你纳妾。夫人，今儿啊，你倒是懂事儿了。渊儿平时受老夫人教诲，自然识得大体，只是……啊，他只是破鞋一只，还跟男人当正苟且呢。老夫人，您是不知道啊，这沈姑娘在青楼那名声可是大得很呐。她就是个千人骑、万人睡的鸡。哎，对了，您看看，她在荒郊野外白日宣淫，那都上了报纸的头版头条了。伤风败俗，女人魅惑阔少，合并苟且。给我把这个娼妇扔出去！走吧你！哟，沈姑娘，你还知道替你这个奸夫遮挡啊？真是一对有情有义的狗男女啊！快走！这报上的男人是我。这报上的男人是我。啊！这……那日他投河自尽，我救了他之后，不得已给他做人工呼吸。此事既已登报，我必须给他个名分。林珊哥哥，你说什么？我愿意娶她。我不同意，她是个妓女，她不干净。霍嬷嬷，姑娘请，姑娘这边请。不枉费我差人拍下照片又登报。霍夫人，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，滋味如何？我已经验过了，沈姑娘乃清白之身。这下你满意了吧？既然已经同意了，就有劳你来办这桩喜事。坐下吧。苏兰，从今天起，我正式踏入霍府，夺你所爱。夫人，你终于可以与我亲近了。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，你得去陪他。娶她只是为了报恩，她在我心里远不及夫人。来，陪我喝几杯吧。好。夫人放心，我只是给他个名分，绝不会碰他分毫。我相信你。沈婉嫣，
提前享受你的新婚夜吧。走啊，走！我不去，放开我！哎，阿福哥，喜欢吗？香。里面的女人身上穿的更香，去啊！灵山哥哥，该去妹妹房间看好戏了。这歌声，是我醉了，还是产生幻觉了？你不是哑巴？刚刚这屋是不是有人唱歌？是这个姐姐唱的。好啊，新婚之夜和督军的弟弟通奸。哪里来的丑八怪？一张嘴像吃了大粪一样臭！霍福，我是你大嫂。阿福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有人给了我这个肚兜，让我来吃和肚兜一样香的仙女姐姐。所以你就解了皮带香。想解手，撑死了。阿福，不准无礼！听话，你把这个给哥。阿福，这是我的。听话，给哥，听话。雕虫小技啊，苏兰。沈婉音，我真是小看你了。听话。你们都出去。大哥要吃仙女姐姐喽。你好好休息。督军，你会说话，可你为何要隐瞒至今呢？督军，妾身庄雅只是为了自保，还请督军为我保守这个秘密。既为自保，又为何要告知我？罢了，夫人还在房间等我。督军，你愿意收留我，甚至是娶我，我已然觉得是三生有幸。妾身无以为报，唯得这唱歌的本事拿得出手。莺声夜语，宛如天籁。她的音色，好像从前的素英。这是怎么了？夫人才是我的唯一挚爱，好好休息。督军，我害怕。自从上次溺水之后，妾身就很害怕这连雨天。我不能背着夫人和她如此亲密。督军，你嘴上沾了我的口红，我帮你擦擦。姐姐会误会。督军，是我越界了。我知道你心里只有姐姐一人，其他的我不敢奢望。该死，我这是怎么了？今晚毕竟是新婚夜，我不走了。
霍夫人，这一局我又赢了。除了姨太太的名分，其他的你不要肖想。婉莹一定安分守己，绝不越界。都是你呀！上了我的床，你还能忍得住吗？你明明对我有感觉，为什么不承认？你的嘴真硬，你的身体更硬。胡说！我的心里只有夫人。可是你爱的那个苏英，他早就变了，他根本就不爱你。你闭嘴！那我可走了，你舍得吗？该死！我梦里的女人居然不是夫人。喜欢玩枪？杜鹃，我看你的这把枪有点旧了，我想帮你擦一下。想学吗？双手握住，调整呼吸。霍夫人，下一次对着的就是你。杜鹃，天都快亮了，姐姐还在房间里等着你。杜鹃，天都快亮了，姐姐还在房间里等着你。杜鹃，婉莹知道你昨天晚上留下来，只是为了让府里的人不说我的闲话。婉莹已经很感激了，不敢奢求更多。我这是怎么了？我明明爱的是夫人。小姐，刚刚多好的机会，差点就生米煮成熟饭了，你怎么还赶杜鹃走？你难道没有听说过妻不如妾，妾不如偷，偷不如偷不着吗？杜鹃，二少爷死活不肯把沈姨娘的肚兜交给我。蠢货，拿10个肉饼跟他去换呢。算了，我自己去取。是。督军昨晚不是同房了吗？怎么还发这么大脾气？不会又不行吧？呸呸呸！
我就知道督军不会碰那个小贱胚子，他只爱我一个人。来喽！什么味道这么臭？哎呀，夫人，这是大补汤啊！这里面有鹿茸，还有羊腰，保证你跟督军啊一举得男。你明知道我不想生。夫人，今日不同往日了，那沈姨娘那不是个简单的主儿。如果你还继续拒绝和督军同房，那督军迟早让那个小贱蹄子给抢了去。夫人，督军一大早还去霍府那里要了沈姨娘的肚兜。给督军打电话，叫他来吃晚饭。姨娘，夫人晚上要请督军吃鸿门宴，她准备了这么大一碗补汤。大补汤？嗯，真是有劳你了，素来。林山哥哥，夫人，快坐。夫人已经许久没与我一起吃饭了，今日怎这般好兴致？莫不是吃醋了？林山哥哥，这是我专门为你熬的，尝尝。好。味道不错。林山哥哥，这味道是有点重，可都是为了你的身子啊。再来一口。这是什么茶呀？味道如此清香。回督军的话，这是九须茉莉花茶。沈姨娘说，雨天喝下此茶可以安神放松。沈姨娘有心了，是她床上的味道。姨娘为了保护好这些茉莉花茶的种子，还在下面淋着雨呢。什么？哎！林山哥哥，这雨天我还怕。夫人从前对我百般抗拒，如今沈姨娘刚进府，你便拿着汤留住我。这汤究竟是为了我，还是为了你霍家夫人的地位？婉莹也很害怕雨天，可她正为了我在楼下淋雨。督军，你怎么来了？雨下这么大，你还在外面，感冒生病了怎么办？这点雨对我来说没什么，只是这些花对督军来说很重要。你放我下来！不放，带你回府。放我下来！不放，带你回府。那你的花怎么办？他们没你重要。去打热水，再拿些干衣服。是。督军吩咐要水了，再拿一件干衣裳。这该死的补药怎么这么热？
这个哑巴留不得。督军，你轻点儿。他不是哑巴。是我亲手选中他的，怎么会这样？这个骗子！督军，你弄疼我了。夫人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夫人，没事吧？夫人。我这是在做梦吗？只有在梦里才会被督军这样抱着，梦好真实啊！也这就让你分清，这到底是梦境还是现实？我错了。晚了。夫人脸上受过伤？没有，这是胎记，我从小就有。你耳后为什么会有一道伤疤？你耳后为什么会有一道伤疤？我以前被火烧过，毁了面容。我恢复面容之后留下的疤痕。这是你整容后留下的疤痕。督军，你不会嫌我丑吧？当然不会。难道苏英也整过容？你好好休息，我出去一趟。姨娘，你怎么又把督军赶走了？他又该去夫人那儿了。他这是要去揭开贾夫人的真面目了。听说了吗？昨晚姨娘房里浇了5次水，督军被沈姨娘迷得神魂颠倒了。可不是嘛，这夫人和督军成婚1年都没圆房，看来这府里啊，以后就是沈姨娘的天下了。谁给你们的胆子敢妄议夫人？督军饶命！府里的人都这么传的，说您已经接受老夫人的安排。是，您昨晚抛下夫人去了沈姨娘房里。听说夫人准备自请下堂。住口！在霍府，妻就是妻，妾就是妾，无论发生什么，都影响不了霍夫人的地位。沈婉言，既然你想骑我头上，我就把你捧上天，再一把摔死。无论发生什么，都影响不了霍夫人的地位。督军教训的是，老奴一定把这2个贱婢拉下去，好好教育。嬷嬷，在。你是和夫人一起来的，夫人可曾整过容？没有那样，夫人从来都是这样，一直没变过。
督军，督军，四方城北面闹霍乱了，伤亡惨重，需要您去主持大局。叫人送些礼物安抚下夫人，等我回来再和她道歉。是。我不在的期间，府里大小事务全由夫人安排，不要再让我听见任何闲言碎语。霍乱，姨娘还担心劳什子霍乱。督军觉得夫人受了委屈，以后恐怕都不会再来了。这个贱人昨晚不知道跟督军说了什么，督军已经开始怀疑夫人的身份了，必须想办法把这个贱人除掉。哼！督军吩咐了，妾和下人一样，都是伺候人的玩意儿。你们俩好好教教沈姨娘。是。姨娘不是擅长制茉莉花茶吗？现在就去摘，夫人等着喝呢。夫人既然喜欢，我做便是。哟，沈姨娘这是在炫耀昨晚的承宠？贱人就是矫情。小心这些玻璃瓶水，督军说了，这是夫人的最爱。可乐，看什么看？再看这些礼物也不是你的。放肆！姨娘再怎么说也是你们的主子呀。有劳姨娘了，今天没吃东西，饿坏了吧？快吃吧。我倒是要看看，你要整什么花招。这是人吃的吗？你就给我们姨娘吃这些？哎呀，厨房就剩这些了，还请沈姨娘莫要责怪。这遭难的定是染了霍乱的。小姐，小姐，吃了霍乱的馒头，看你死不死！哎呦，快，扶沈姨娘回房间休息。夫人，这是督军托人送的礼物。果然，他的心还是攥在我手里。如果我再愿意与他肌肤相亲，可口可乐，这是苏英的最爱。夫人这狼狈样，怎么像第一次喝呀？灵山哥哥，你可算回来了。喜欢吗？岳父说过，你最爱喝这个。喜欢。自从那次火灾，我就再也没喝过。别太难过了，你还有我呢。你能来看我，我就很高兴了。我想通了，我不应该私自占有你，更不应该用大补汤设计你。爱一个人，就会想占有他吗？当然了，我做这一切，都是为了留住你。沈婉音几次三番把我往外推，难道真的对我一点感情都没有？
林山哥哥，你这衬衫有点脏了，燕儿帮你换一件吧。夫人病体初愈，需要静养。既然是为了身体，医生说我这病需要发汗。夫人，督军，您终于回来了。怎么了？督军，您快去看看姨娘吧，只怕是最后一面了。什么？沈婉音永别了。婉音，大夫呢？府上的大夫来过了，说沈姨娘染了什么毒，无药可医，督军节哀呀。府里的大夫治不好，你就给我出去找，出去也找不到，你就别回来了。是。督军，谢医生是四方城有名的西洋大夫，他说能治沈姨娘的病。请。你演的还挺像，接下来看我的吧。他到底怎么了？这是霍乱。霍乱？你做什么？曾听闻督军嘴对嘴救人，我不过打个屁股针而已。什么？什么？再不就可就没命了。这针打不打，督军看着办。打！转过去。哎，我突然想到一西洋偏方，贵府兴许有药引。快！得罪夫人了！这是督军送我的，你们要拿去哪儿？督军要用这个救沈姨娘的命。一会儿不够了，我再过来拿啊！属于我的东西，谁都别想拿走。婉音特意交代我，务必用可乐编造一个偏方。督军竟不惧霍乱，亲嘴喂药，还真是值钱。可乐，他怎么还没醒？慌什么？我这不是给他为了用可乐做的特效药吗？别急，一会儿就行了。不过，知道可乐的人不多呀。可婉音一尝便知，还甘之如饴。苏英却像喝不惯一般，还有她耳后的疤痕。夫人真是让我越来越陌生。督军，今天夫人要喝茶，张嬷嬷就逼着姨娘在烈日下干活，忙了一整天，只给吃了这一个馒头。谁想到，夫人吃完就昏过去了。我霍灵山的女人你也敢欺负？说，谁指使你这么做的？张嬷嬷，你怎么能如此怠慢婉音妹妹？夫人，都怪老奴啊，没有及时的送饭，老奴该死，老奴该死啊！这馒头怎么这么脏啊？霍乱，是你这贱人，想借霍乱杀了这姑娘。陆川，张嬷嬷散播霍乱，拉出去，毙了。是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
夫人，这恶奴险些害了婉英和全府人的性命，你还要护着他？张嬷嬷一向宽厚仁慈，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夫人醒了。婉英，你醒了。督军，还能再见你一面，万一死而无憾。傻瓜，有我在，定保你平安。督军，夫人平日里待我如亲姐妹，这张嬷嬷又是她的贴身嬷嬷，应该不会害我。这其中定是有什么误会。这傻瓜总把人想得那么好。督军，其实当时我还没来得及吃那个馒头，我兴许是在别的什么地方染上了祸乱，与这个馒头无关。我兴许是在别的什么地方染上了祸乱，与这个馒头无关。谢谢沈姨娘替我求情，请督军明察呀！这一定是有人诬陷老奴，老奴没有在馒头上放毒啊！嬷嬷，不如你亲自把这个馒头给吃了，来证明一下自己的清白。不，刘川，为张嬷嬷吃馒头。是。还想狡辩？这馒头果真有祸乱。夫人救我！林沙哥哥，自从我入府以来，张嬷嬷一直陪伴我左右，她是我府里唯一的亲人了，你就饶了她这回吧，我保证，下次她再也不敢了。她是我府里唯一的亲人了，你就饶了她这回吧，我保证，下次她再也不敢了。督军，毕竟是一条人命，你让医生救救她吧。婉英，他这么对你，你还……救倒是可以救，不过还需要可乐当药引。哎，夫人，您那还有可乐吗？夫人，督军不是给了你很多可乐吗？这人命关天的，快拿出来吧。我中计了，杀他不成，还害了嬷嬷。沈婉音，我要让你血债血偿。苏兰，马上就轮到你。麻烦夫人让让，沈姨娘这礼物可金贵着呢。一个做妾的也敢拦我们的路？在这府里，谁得宠谁就是我们主子。下贱的！前2天沈姨娘在土里刨茶根，督军可心疼得很，这罪魁祸首可逍遥法外呢。如今风水轮流转，夫人这双手刨土倒合适。恭喜主子，贺喜主子！您如今可是督军心目中的心肝蜜饯儿，掌中宝。别拘着了，我们姨娘最是心善，不会跟你们计较的。难怪督军看重您，奴婢从没见过您这样天仙般的主子。姨娘快瞧瞧，这是今年上好的9熏茉莉花茶，姨娘以后不用亲自制茶，督军说您的手必须金贵保护着。您瞧这对翡翠镯子，水头多足啊！这可是库房掌事连开了3道锁才取出来的。您看这血燕，是南面800里加急送过来的，督军特意找来要滋补您的身子。这只金云锦光彩夺目，今天府里总共就这些，全在这儿呢。督军对姨娘的用心，可远超那位了。搁这吧，下去领赏。是。姨娘不开心？意料之中的赏赐罢了。不知婉音可喜欢我送她的礼物？
姨娘，这样好的织金云锦是我从未见到过的。这样好的织金云锦是我从未见到过的。是啊，姨娘。还有这血燕，珍贵无比，我只在画本里见到过，真没想到有一天我也能见到。这坠子像凝固的春水，清透空灵，没想到有一天婉英也能得到它。这点东西值得他高兴成这样。去，把四方城所有好吃好喝好玩好用的都搜罗来，每天换着花样给婉英送。督军对我这样好，婉英这辈子都还不清了。为督军赴汤蹈火，婉英也愿意。督军，火海自有本督军去趟，你这小身板还是留着暖床吧。这堂堂督军怎么还偷听别人讲话呢？君子非礼勿听。我何时说过要做君子？在你这里，我只想做个沉沦红尘的俗人。只要督军你欢喜。沈姨娘病体未愈，1周之内不能同房，督军还是忍着点吧。滚开！滚开！督军连病人都不放过，不如我给督军推荐几个活好的姑娘，免得为难这病体之躯。谢医生赖着不走，是嫌租界的太平饭吃腻了？我死不要紧，可惜沈小姐离了我，怕是后半辈子也好不了了。既如此，我爱人的病就有劳谢医生费心了，1周治不好，烧了你的医馆。沈小姐这病不止在身体，若是肯让我医心，好得更快。你找死！督军心里，夫人和沈姨娘孰轻孰重啊？督军，别打了，谢怀他毕竟救过我的命。我也救过你。督军还不明白吗？沈小姐是心疼我，这跟报恩没关系。他待我好，只是为了报恩。督军，沈姨娘护着那小白脸也是情有可原。督军，你想啊，在沈姨娘心里，您是战无不胜、威武至极的。那小白脸弱唧唧的样子，怎么可能跟你比？依我看呐，像沈姨娘这种柔弱女子，自然是喜欢谢医生这种文弱书生，对她温柔备至、呵护至极。滚！哎。督军，谢医生又去给沈姨娘送阿胶去了，说是女子来月事前吃不会腹痛。把她从婉英房里赶出去，永远不许再出现。是。督军，又干嘛？其实你不用太担心，这小的不行，不是还有大的吗？你给我滚！去！您如此得宠，霍夫人呢，倒挺坐得住。没有人帮他，我看他能玩出什么花来。夫人，督军听说您茶饭不思，要过来看看您。只要他肯来见我，我可以比那个女人玩得更花。
夫人，佛祖面前恐怕有失分寸。分寸？自从他抛弃我那刻起，什么礼数，什么分寸，都是放屁。佛祖在上，愿督军不再让戏女独守空房。是我今日对夫人太过苛责了吗？她何时如此卑微过？夫人，你这是做什么？霍少，谢医生又去给沈姨娘送药了。夫人，你冷静一些，我还有事。哥哥难道不想在佛堂前做一次神仙？夫人，夫人，夫人，夫人！哥哥当年最爱的，不就是妹妹这张脸吗？我……乖，喝药。药都洒了。谢医生，你真贴心。其实这药还有别的喝法。男人都是见异思迁的玩意儿。夫人别泄气，那贱人这几日身体没养好，服侍不了督军。刚刚谢怀是不是给你喂药了？像这样苦，谢怀跟你耳鬓厮磨的时候，倒是香甜的很呢。督军，你这般冤枉我，那这药我以后不喝便是。像沈姨娘这种柔弱女子，自然是喜欢谢医生这种文弱书生，对她温柔备至，呵护至极。我记得明天是你生日，我差人给你搭个大戏台，可好？吃一口，甜。甜吗？那督军可能比我更需要这个蜜饯。别惹火，你明知我这几日碰不了你。那我给督军唱首小曲，消消火。同样的转调，同样的气口，连最后那个颤音都和苏英一模一样。
素英没有死，她就是素英。苏兰，你还记得这首歌吗？还记得我吗？我确定她就是素英，她没死。督军，你气消了吗？如果没消，我还有别的方式帮你。终于等到这一天了。姑娘，可曾见过我？为何我对你似曾相识？您说笑了，你我初次见面，何来熟悉？错把那山鸡当凤凰，旧人当面不相识。好，好，唱得好！婉音点的这一出《李代桃僵》，甚是有趣。婉音，今儿个是你生日，想不想登台献唱一曲？我早听闻妹妹唱曲一绝，不知道今天我有没有荣幸啊？姐姐，你说笑了，妹妹哪敢献丑啊？妹妹对我还心存芥蒂啊。我倒是想听。上次听你唱曲儿，还是在床上。督军，督军生来爱听曲，你就答应吧。我呢，给妹妹伴舞，姐妹同台，你就不紧张了。今天我就在这偌大的舞台上揭穿你的真面目。这么大真是没见好看过啊！真新鲜。是啊，没错，真美啊！沈姨娘这歌声配上夫人的伴舞，简直别有一番风味啊！他这是要我的命啊！这就哎呦行了。这是怎么事？唱得真好啊！诸位，今天在这里，我想和大家宣布一件事情：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位霍夫人，是假冒的霍夫人。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位，是假冒的霍夫人。婉音，你说什么呢？
我是外科医生，我可以证明台上那个冒牌货原名苏兰，她整成苏英的模样嫁给督军，这是她整容前的照片。哎呦，快看看！啊，苏英，她说的是真的吗？沈婉嫣，不，我应该叫你一声姐姐。事到如今，我也没必要隐瞒了，我就是苏兰。掏枪了都！快躲躲！苏兰，你杀我父母，夺我容貌，今日就是你的死期！别冲动，婉嫣，把枪给我。你真的是苏英，你还活着，你没有死。不要！不要！灵珊，灵珊，霍灵珊是你的丈夫，你为什么要杀了他？姐姐，你难道一直没有发现吗？我最爱的人是你啊！我最爱的人是你啊！我家小女唱歌时便旁若无人，督军放心，我们会劝她答应这门婚事的。我连督军的面都没见过，父母就让我嫁给他，我才不嫁！我早就心有所属了，我舍不得跟你分开啊！所有阻碍我们的人都得死！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？你杀了我的父母，你现在又想杀了他，你是不是疯了？我是疯了，因为你答应过我，要永远和我在一起。我以为你在那场火灾里已经死了，我太想你了，所以才变成你的样子。督军，苏小姐，你不是出国留学了吗？你愿意收留我吗？我最恨他，所以我接近他，折磨他，就是因为他，我们才不能在一起。我要让他每天看着他最爱的这张脸，却永远也得不到。不可能，苏英已经死了，一定是我的幻觉，一定是我太想他了。男人都是见异思迁的玩意儿，姐姐，你看到了吗？他对你的爱都是假的，只有我对你的爱是真的。姐姐，对不起，没能早点认出来你。你口口声声说爱我，可是你一直在做伤害我的事。你为了你的爱，你杀死了我的父母，现在你又要杀死你的丈夫，你这根本就不叫爱，是自私，是占有。自私不是爱吗？占有不是爱吗？爱一个人，就是想把他据为己有。现在，所有阻碍我们的人都被我杀了，我们终于可以在一起了。可是你杀的那些人都是无辜的人，去死吧！好啊，
你开枪啊！死在你手下我不遗憾。你还是不舍得。我做了那么多错事，纵使杀了你的父母，你还是不忍心。你还是爱我的。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，就是收留了你。谢医生，苏英，你去哪？出国，我的仇已经报了，是时候去做那些自己想做的事了。你真的只是把我当成一个复仇的工具？对不起，我早就已经心有所属。当初又不是他在背后默默支持着，我恐怕走不到现在。在黑暗中给了我希望，他是世间唯一懂我的人。我已经不是清白之身，也不知他还愿不愿意接纳我。船票，这不是我送他的吗？我才不要嫁人，我要出国留学。出什么国？现在到处都在打仗，什么法兰西学堂把你蛊惑成这样？可是，女孩子不应该做笼中雀，应该做翱翔天界的穿云箭。母亲明白，可这乱世只有督军能护得了你。他默默为我准备好了出国读书所需要的一切，在这个女尊男卑的社会，他竟如此理解和尊重我的心愿。谢谢你如此懂我，可是你到底是谁？我不能辜负他对我的期许。喂，我们还会再见的吧？璎珞3更月，犹照故人归。我等不了这么久了，去法兰西！